沙特阿拉伯会不会重男轻女？带你见识一下，在沙特家里什么叫做人多娃多。在离开利雅得之前呢，我们还有2件事情比较重要，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拜访大龙的姨妈，也就是我婆婆的妹妹。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不是我婆婆飞过来，就是她飞过到婆婆那边去，经常见面。见了面以后，就会在对方的地方小住一段时间，有时候10天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已经把酒店退房了，所以拖着行李我们就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开斋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开着车在路上转一转，在姨妈家附近转。在没有开斋之前去别人家里是一件非常讨人嫌的事情。我们就找了一家超市备了点吃的。为什么说提前去别人家里讨人嫌啊？就是你想想看，都不吃不喝坐在那里做什么呢？都不想讲话，然后别人主人家里还要提前做一些开斋的准备，对吧？所以我们就刚好踩点去别人家里是最好的，不要早不要晚。现在这个小朋友很好玩，他看到大龙就是非常毕恭毕敬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打招呼。如果你是晚辈的话，你必须要走过来跟你的长辈这样子打招呼。这个小 baby 就是跟刚才那个男孩子是兄弟俩，是姨妈的女儿生的。这个小孩子现在长得还挺好的，刚生出来的时候才2点多公斤，然后现在4个月长得特别壮了，真的实在是太好玩了，特别喜欢这么大小的小孩。你们以为我们看的是这一个小孩吗？现在又来2个，刚进来的这2个呢是姨妈儿子生的，一对双胞胎女孩子。这2个也是早产，现在是3个月，皮肤是随他们的爸啊。好像很多双胞胎都会早产，对吧？有一个是在温箱里面待了2天，有一个待了2个礼拜，所以你看姐姐小，妹妹大，左边的是姐姐，右边的是妹妹。你们不要看着我拍着，我跟你讲，我没有拍的时候我可不淡定了，我就跟你讲，就是尖叫，你懂吗？给你们见识一下白袍子怎么逗婴儿。大龙这个姨妈呢也挺厉害的，她生了11个孩子，7个男的4个女的，还有儿子现在目前在刚小学毕业吧，读初中，同父同母的11个啊。大龙家亲戚不管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的都是一夫一妻的，所以当我说出一个数字的时候一定是同父同母的啊。这对双胞胎的爸爸是做特警的，他们的妈妈特别好看，个子比较大，然后五官也比较大气。真的，我在中国的时候，不少人都说我像北方人，人高马大，俗称大块头。我在沙特这边，我的身材真的只能算是个小鸟。看到了吗？小 baby 都打耳洞的，他们女孩子出生1个礼拜之内都会跟他们打耳洞。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第一个就是小 baby 不会去动他的耳朵，不会抓，然后就是他们愈合的非常快。现在这个小女生是那个男宝宝的姐姐，她的妈妈生了3个，她是老大。我让大龙去过干瘾啊，2个双胞胎同时抱一下，我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走过路过别错过了。有很多人都会问我，沙特这边会不会重男轻女？怎么跟你们说呢？其实男生对于沙特这边来说的话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每个礼拜5男生都会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去清真寺去做那个礼拜，都是男生。然后呢，家里也有很多事情出面的也是男生。只能说男生对每个家庭来说其实他有他重要的作用，但是会不会重男轻女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啊？我了解到的所有的家庭里面对女孩子真的挺好的，而且他们在财产分配这一块的话是绝对公平，不会只传男不传女，分到每一个人头上的份额都是固定死的多少，就是跟父母对孩子的喜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要公平。在伊斯兰教里面，如果你做事情不公平，跟你做坏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吃着姨妈做的甜品，我自己在告诫我自己，这是我在沙特吃的最后一次甜品了。给你们看看沙特阿拉伯女人怎么带孩子啊，就是你在哪孩子在哪，环境再不适合睡觉也没有关系，他们可以照样睡。像我们中国人带孩子有时候就是细节太多了，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到累，其实也是在细节上。出来以后我们去见了这家甜品店的老板，他想把这个甜品店开到中国去，并且在中国建立一个甜品工厂，他希望大龙可以帮他，要赶去机场，聊得比较匆忙，正式踏上回国的路了。散会。怎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问我沙特阿拉伯有没有穷人？其实我在之前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次我都在疯狂的暗示沙特阿拉伯其实是有很多穷人的，而且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几个袋子里面有很多是肉肉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小了，还有很多是新的，
还有一些就是我跟大龙不怎么穿的衣服，这也是我的鞋子。肉肉的鞋子相对比较旧一点，因为穿的比较多。我跟大龙的鞋子都基本上是新的。我们准备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呢，就是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婆婆告诉我们的，她上个礼拜刚去过。她说你拿什么东西过去，那边的人都会需要。我们出门的时候才想起来忘记带一点吃的，因为我婆婆说那边小孩子也挺多的。但是我婆婆她叮嘱了，就是最好是我和肉肉不要下车。到了那里以后，我才知道原因。我记得半年前我们拿肉肉的衣服去送给别人，我们其实是提前2-3个礼拜就跟他说好了，只不过是说后来送的时候呢，忘记再提醒他一次，结果他以为我们是没有经过他同意把他东西给了别人，就很生气。这一次我们就当天跟他说，他同意了，所以就没闹什么。那个地方离家里也不远，但是要开车去找，因为毕竟不像是找一个商铺、找一个餐厅，你可以 GPS 一下。那些人他是在户外的，我们就要开车一直去找他们在哪个地方。但是他们每天活动的区域就在那里，差不多到了，然后沿路上看到很多人就会坐在街边上，我就没有拍他们。然后呢，这些人知道我们停下来有东西要送给他们，就一窝蜂的全部跑过来抢。就是车子的后盖一打开，就是大龙没有办法去插手，就是他们自己一窝蜂的全抢走了。这是我婆婆提醒我不要下车的原因。这些人他们是叙利亚的，就是想着其实也挺可怜的，还有那么多小孩子，连自己的家都没有了。他们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争斗的牺牲品。这个事情搞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跟婆婆还有吴姐还有他们的孩子去公园里面会合。因为每天都是去亲戚家里大吃大喝的，所以今天想换一下。我们顺路在餐厅买了一些吃的。婆婆他们那边他们会带一些咖啡呀、红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点心什么的。我还以为就我们会这样子，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发现车都没地方停，出来的人太多了，再加上天气特别好又不热，我们坐了一会儿甚至还觉得很冷。这种对于他们来说不属于正餐，他们把这一顿吃完了以后，可能到了11、12点钟的时候还会再吃一顿。我老公在风灾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差不多快睡觉之前2、3点钟，他会再吃一顿酸奶和一个香蕉。他说这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渴。但是我不行，我每天到了差不多12点、1点钟的时候，眼睛实在是真的睁不开了，虽然我特别不想去睡。我们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人背了一大包过来，是买那个香木的沉香。本来是想看一下好不好，可以买一点，结果大龙试了一下，他觉得都不太好，就是很假。这种沉香他们只能卖给那种不太懂的人，品质和价格参差不齐，市面上的假沉香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对沉香这个东西有点陌生，也许你听过，但是你并不知道沉香这个东西点了以后，除了味道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其实用处非常多，它可以在你的头发和皮肤还有那个衣服上停留的时间非常久，甚至可以帮助你的香水一起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沉香它还具备那个消炎杀菌，包括就是睡眠不太好的人，它可以安睡，但是它只有辅助的功能，并不具备治疗功能。沉香的说法太多了，还有什么辟邪的呀，还有什么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都有的。还有好多人他分头找我和大龙去代购沉香的，他们应该是比较懂的。还有人甚至私信让我去帮他们找那种水里的老沉香。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一块，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做代购也好，还是卖给别人也好，你是要对产品质量，还有它的这个运输，包括就是发件、售后都要负责任的。所以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供应商给我们稳定供货，我们不考虑这一块。特别是沉香这个东西坑真的很多，好吧，大家别催了啊，散会。很多人让我说一下沙特阿拉伯人的教育，说实话我没有资格去评论沙特的教育体系，因为我并不了解，我最多只能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一下啊，就是一桌子大人在吃饭，3个小孩子没有坐上桌子没吃饭，大人们就不会再去叫他们了，就让他们自己去玩。这如果是1年多以前的我和中国的一些父母处理起来的方式肯定不是这样子，要么就是先让孩子吃完，喂完了以后大人再吃，要么就是孩子一定会把他叫到桌子上面一起吃。今天肉姐的爸爸也在，还有他们的妈妈，包括我们，你看淡定成什么样子了，自己吃自己喝，小孩子到了2个小时以后都饿得像鬼一样，然后过来要吃的，就给他们一人下一点意大利面，连个肉连个青菜都没有。
肉肉的表姐，一个3岁多，一个快5岁了，两个人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补习班。他们的妈妈是全职妈妈，爸爸是个刑警，他们一点都没有被学习的焦虑打乱自己的生活，反倒是我，虽然我人在沙特，但是我焦虑的一塌糊涂。沙特的家长们特别的不鸡血，一切顺其自然。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的话，就是孩子们都会读完大学。像大荣家里的哥哥姐姐，除了自己的大哥哥以外，全部都是大学毕业，包括大荣，他是在中国读的本科。但是呢，在沙特住的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那边是没有学校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一穷都是要穷3代的，除非那个地方被政府开发了。之前我也说过，沙特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他比较支持学生出国留学。如果出国留学的话，每个月他会给他们差不多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5000左右。沙特有一部分家庭，他其实对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其实还是比较提前的。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分家庭的，有些家庭注重，有些家庭不注重，其实跟中国很多家庭是类似的。肉肉的这2个表姐虽然没有去上过幼儿园，但是在品德教育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输给任何学校。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从小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孩子一定要知道是非黑白、善与恶，有必要的时候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善于拒绝不怀好意的人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如果学科类的领域不是特别擅长，我觉得我也不会去逼我的孩子，他喜欢什么东西我就支持他。我特别希望他以后是一个高情商的人，阳光、积极、乐观去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散会。